你知道现在这个网上最火的词是什么呢？就是抽象，意思就是这个事儿离谱的不合逻辑，离谱的像个笑话。前2天嘛，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被这个美国特种部队给带走了。咱们本来以为这肯定是因为什么地缘政治啊，什么石油美元啊，什么反美桥头堡啊。那这些理由虽然是霸道，但好歹听着像那么回事啊，像是大国博弈的理由。但是就在这2天，这个《纽约时报》爆出来一个惊天大猛料，那真是离谱到家了呀！这帮调查记者说，他们搞到了白宫的内部消息。你猜那个特朗普为什么突然下死手？他非要在1月3号凌晨把这老马抓走，不是因为石油，不是因为独裁，甚至都不是因为他反美，而是因为跳舞。你没听错就是跳舞。据说是因为这个老马之前在公开场合居然模仿了董王那个标志性的搓澡舞。你知道吧？就是2只手握拳在那边前后晃悠，屁股还得扭一扭那个动作。老马学也就学了吧，估计还嘚瑟了几下。结果这个事儿呢就传到了白宫，让董王给看见了。那董王那是谁啊？那是极度自恋、极度要面子的人啊。他一看好你个马杜罗，你个开公交车出身的，居然敢嘲笑我的舞姿。于是这位拥有核按钮的美国总统一拍桌子，防区破了，直接下令给我抓，现在就抓！我要让他知道，在这个地球上只有我能这么跳舞。你听听这是国际政治吗？这是幼儿园大班抢玩具吧？因为一支舞派出了特种部队，出动了2栖攻击舰，把一个主权国家的总统连窝端了。这个剧情你要是写进小说里编剧都得给你退稿，说你缺乏逻辑，胡编乱造。咱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这确实是《纽约时报》爆出来的料。可能老马这支舞呢，对于董王来说吧，是个挑衅吧。反正他就这么离谱的发生了。虽然这个起因嘛听着像个笑话，但是现场那是真的一点都不好笑1月3号凌晨加拉加斯美国特种部队那是直接突入总统府或者是那个所谓的堡垒。这不是什么请客吃饭这是绑票最新的画面曝光了，老马的夫人西利亚·弗洛雷斯那是被强行掳上飞机的，明显是受了伤，而且还伤得不轻，伤口呢是刚包扎好的。你想一副全副武装的大兵冲进卧室对待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能温柔得了吗？肯定是连拖带拽再看看老马，那是被压上台阶的呀。视频里能听到他每走一步呢，嘴里面都发出痛苦的呻吟声。媒体说是疑似腿伤。这一对老夫妻就这么一身伤一身血的被扔到了美国的军舰上。董王看着这一幕呢，估计在这个白宫里正喝着快乐水，心里面想着，小儿样，让你学我跳舞，这回腿断了，我看你还怎么跳。这叫什么呢？这叫私刑这叫黑帮火拼只不过这个黑帮手里面有航母，有 F-35，还披着一张民主自由的皮。那如果说老马被抓是悲剧那接下来这出戏那就是彻头彻尾的黑色幽默。咱们都知道这些年嘛，有不少人不管是这个委内瑞拉的还是别的国家的，那都是削尖了脑袋要往这个美国润这帮润人到了这个美国，为了拿那个绿卡，为了证明自己皈依了，那是恨不得把这心掏出来给美国人看比美国人还恨自己的祖国。老马被抓的消息一传到美国这帮润人疯了高兴疯了他们觉得，哎呀，那个邪恶头子终于倒台了，美国的正义降临了，董王万岁！于是在美国的一些城市特别是那个迈阿密附近一大帮委内瑞拉的润人还有其他国家的润人跟着起哄，他们就跑到街上，跑到这个移民局门口高唱赞歌挥舞着美国国旗，大喊着感谢美军。那个场面那真的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比过年还热闹。结果赞歌还没唱完，警察来了。但是这回吧，来的不是维持秩序的警察是 ICE 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这帮 ICE 的探员一看，哎呦喂，今天不错不用满大街抓人了都在这聚齐了，得嘞，一网打尽。咔咔咔，手铐一亮，警车一拉，那帮刚才还在高呼美国万岁的润人瞬间就懵了。长官，我们是自己人我在庆祝你们的胜利我在骂马杜罗哎呦喂，人家 ICE 探员才不管你那个呢，你自己人，你有绿卡吗？你有签证吗？没有，那就是非法移民，抓的就是你。这帮人前一秒呢还在做着美国梦，后一秒呢就进了美国牢，这简直就是地狱笑话的天花板。
这就好比一条狗看见主人打死了外面的狼，高兴的摇着尾巴就上去想逃上，结果这个主人嫌它吵，顺手给了它一棒子，把它给炖了肉。我就想问问这些润人在被塞进警车那一刻，他们那颗向往自由的心碎没碎呢？笑话看完了，咱们得看点让人心里面堵得慌的事儿。在这场闹剧中如果说有谁是真正的英雄有谁是真正站着的人，那不是委内瑞拉的人，而是古巴人。随着这个细节曝光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出来了，就是在这个抓捕现场那个最危险的时刻真正为了保护马杜罗拿这个枪跟美军的特种部队拼命的，不是马杜罗的卫队，不是委内瑞拉的将军，而是32名古巴人。这32名古巴同志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为了抵抗侵略者，全部壮烈牺牲了。古巴政府已经宣布为这32名壮士举行全国哀悼。各位，你琢磨琢磨这个事儿古巴是个什么国家呢？它是个弱国，是个穷国，是个小岛国。它就在这个美国的眼皮子底下，它被这个美国封锁了几十年日子是过得紧巴巴的。这按理说吧，这个时候古巴完全可以装聋作哑，可以说这是委内瑞拉的内政可以为了不刺激美国而躲得远远的。但是古巴没有古巴人知道唇亡齿寒，他们知道美国是那一代所有独立国家的死敌。几十年来美国视古巴为眼中钉肉中刺CIA 策划600多次针对这个卡斯特罗的暗杀，搞了无数次入侵但是古巴这块硬骨头呢，它就是啃不下来。为了生存呢，这古巴长期跟着拉美的左翼政权抱团取暖。委内瑞拉给这个古巴石油，古巴呢给这个委内瑞拉派医生、派教官、派这个安保人员，这就是换命的交情在那个凌晨当这个委内瑞拉的军队选择投降，当内鬼选择出卖的时候，是这群古巴人端起枪挡在了美军面前。他们也是爹妈养的他们也是有老婆孩子的但是他们为了信仰，为了那份兄弟情谊，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这叫什么呢？这叫爷们儿相比之下那些拿着高薪开着豪车，最后呢却把总统卖了的委内瑞拉军官那简直是连给古巴人提鞋都不配那说到这儿咱们就得聊聊那个关键问题，这老马他到底怎么被抓的？他可是总统也是搞反美斗争几十年的老江湖了，怎么可能就这么轻易的被定位了？据一位熟悉中情局的知情人透露这个事吧，他早都布局了。从2025年的8月开始这个 CIA 他就在委内瑞拉内部部署了一支秘密行动的团队这帮人的任务呢只有一个，盯着老马。你以为就是几个间谍拿着望远镜看那你太小看现在的科技了这 CIA 那是动了天罗地网天上呢有这个隐形的无人机，那是24小时不间断在这个头顶上转悠，地上有各种信号监听设备只要这个老马打个电话，哪怕是加密的位置也能给你锁定了。但是吧，技术再牛也怕狡兔三窟老马也不傻，他也总换地方。这真正致命的还是人。多名知情人士说了就在这个抓捕行动的前几天，甚至就在行动的那一刻委内瑞拉政府的内部有一个 CIA 的顶级内鬼在实时向美军通报老马的位置。这些情报那是字字致命再配上这个 CIA 的技术老马在这个美军眼里那就是透明人美军去抓他就像去自家后院拔个葱一样简单。这也再次印证那句老话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委内瑞拉这个国家吧，被渗透的像个筛子一样从这个军队的高层到这个总统身边的亲戚有多少人早就被这个美元给买通了，有多少人早就拿着这个美国护照准备跑路了。老马这辈子最大的失败不是没有搞好经济，而是没有看好自己身边的人。老马是被抓了，但是他没死绝，他的势力还在特别是他那个唯一的亲儿子尼古拉斯·马杜罗·格拉，这个小伙子现在站出来了，他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发了录音，号召支持者上街。他说了一句特狠的话历史会揭晓谁是叛徒。紧接着当地时间1月5号这委内瑞拉政府发布了一道死命令全国范围内搜捕内鬼。这道命令一下，整个加拉加斯那就是血雨腥风警察特工开始满大街的抓人。抓谁呢？抓那些参与政变的，抓那些给这个美军带路的，更重要的是抓那些在这个老马被抓后跑到这个街上跳舞庆祝弹冠相庆的自由党们你能想象那个画面吗？前一天呢，这帮人呢还在这个街上开香槟，大喊老百姓有福了，美国爸爸来了。后一天还没有等来美国发的救济粮，先等来了委内瑞拉警察的枪口。你不是高兴吗？你不是庆祝吗？
那就是支持侵略，那就是叛国带走。这叫什么呢？这叫秋后算账，这叫别看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儿。这帮人呀，也是真的蠢啊！美国人抓了老马，拍屁股走了，留下这帮带路党在城里啊。面对愤怒的忠诚派，这个时候谁来救他们？董王会派飞机来接他们吗？别逗了，董王连那些在他家门口唱赞歌的润人都抓，还能管你们这帮南美洲的炮灰？所以说呀，这帮人的下场注定是悲惨的。这所有的所有都给咱们中国老百姓提了个醒，上了一课。第一，千万别对这个昂撒菲抱有任何幻想，他们做事是没有底线的。不管是抓总统还是打压对手，只要这个利益需要，或是仅仅因为这个心情不好，比如是看你不爽，他们是什么都干得出来啊。这第二呢，千万别当那吃里扒外的二鬼子。哎，你看那些润人啊，看那些委内瑞拉的带路党啊，有一个好下场的吗？在敌人眼里啊，你就是耗材；在同胞眼里啊，你就是垃圾，两头不是人。还有这第三啊，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一个国家必须要团结。这委内瑞拉为什么这么惨啊？就是因为这内部烂了呀，人心散了呀。如果委内瑞拉能像这个古巴那样子，上下一心，铁板一块，这美国人就算能打进来，他也得崩掉满嘴牙呀。咱们中国啊，之所以现在能稳坐钓鱼台，能看着他们演戏啊，不是因为咱们运气好，是因为咱们腰杆子硬啊，是因为咱们人心齐啊。咱们有强大的国防，咱们有稳定的社会，咱们有谁也买不通的钢铁长城。那看着老马那张穿着球服的照片，我只想说呀，庆幸咱们生在中国，珍惜着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尊严。那些还在做着美国梦的人啊，该醒醒了！哎，别等到被塞进移民局的笼子里啊，才想起祖国的好。好啦，今天这个大新闻啊，咱们就聊到这儿啦。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